你完全就是把我看过的8代本小说拍出来了，他甚至是少香加 APO 哎，听不懂的可以划走了，我怕你们受不了啊。先给我20秒讲一下它新奇的设定。故事发生在另一个星球，这里爆发了一种病毒，被感染的人留下了2种后遗症，一种是体能、武力值、身体素质都得到全面提升，但精神状态不稳定，受到刺激就会失控暴走。他们被官方组织特管局收编训练，专门执行危险任务，被称作刀刃的，所以被叫做瘾。瘾只有和刃结气才能阻止器官衰竭，而刃只有得到瘾的体液才能保持情绪稳定不失控啊！这不就是小说妹最熟悉的领域吗？没想到真有一天给我拍出来了，用尺度最大的设定拍最纯爱的感情，而且它还是原创剧本。他转身想逃，腰后骤然附上一股沉劲，下一秒便被稳稳放在了冰凉的餐桌上，脚踝被他牢牢扣住，带着不容挣脱的笃定，把他拉回他的领地。桌布被他潮湿的掌心攥出褶皱，像是他在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正在流失的理智。男主作为刃一直感受不到任何情感，他模仿着正常人的行为举止去生活，可他觉得这样无聊透了。直到某一天，他疑似失控暴走杀死了父母，被逮捕的现场，他一眼就锁定了他的命定之犯女主。可他立马就被送进特管局受训，从此失去作为人的尊严，只被当做一把凶狠的刀刃。现在的你是我创造的，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走。如果你听话的话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5年特训，男主早已成了最强的刃，他成功逃出特管局，找到同类，伪造新身份。他一边寻找女主，想要和对方结契，过上稳定正常的生活，一边准备报复训练自己的人。而好巧不巧，龙宇竟然就是那个人的妹妹，是他最大的软肋。这意味着只要我付出极大的心力和足够的耐心，能获得的奖励就是双倍的。我会拥有世俗意义上称之为幸福的一生，还会让吴思源时时刻刻提心吊胆。一切都是他的蓄谋已久啊！女主被绑架，他从天而降救人是算计好的。该死，这剧情差我竟然1秒磕到了。女主一开始就怀疑他的身份，中间被短暂的说服了，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同事，结果没多久就目睹他一个打10个，血腥、残暴、恐怖。你是刃？刚好我也装的没意思。女主是个瘾，她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，是想骗我跟你结亲吗？而此时他们所在的研究所正在发生暴动，来当志愿者的刃集体造反，要杀了所有研究员，整个研究所就男主一个有效战斗力。女主为了让他救同事们，答应在他失控时安抚他，哥们儿真是一点不亏待自己，交易达成的那一瞬间就把女主圈住了。他一只手就能握住女主2只手，哎，简直大灰狼加小白兔经典组合。刚开始他还挺克制，只是抱着女主闻一闻味道，满脑子飘过老婆好香啊，再适当卖个惨，让女主心疼他。可接触越多越克制不住，本来他还对女主势在必得，游刃有余，结果女主竟然不顾危险来救他。女主只是关心了一下他的伤，在别人面前帮他隐瞒身份打掩护，他就彻底装不下去了，直接开启强制爱剧本。他
一边双膝跪地，仿佛是在祈求，一边又强势不容拒绝，得寸进尺，步步紧逼。每一次的呼吸、心跳都和 BGM 配合的恰到好处，极致的暧昧和拉扯，看得人热血沸腾，持续尖叫。一天吻这一段真的性张力拉满，直录第7集，点进去一开头就是，导演也太会拍了。但是闺蜜们，咱上网看到这种作为艺术鉴赏一下就行了，现实遇到立马逃命报警，不要犹豫。这里要是有个防狼广告就好了。男主正沉浸在女主心疼他受伤，愿意靠接吻来安抚他的喜悦里，这边女主头脑清醒的要命，同事安全了，抑制剂找到了，她立马就抛下男主跑路了。结果女主光盘下全是倒霉，很快就被造反的人团团包围。这段我本来以为又得是男主来救，结果是女主的哥哥来了。除了你，要杀了。就这神级镜头，现在短剧水准都已经赶上韩剧了嘛？这哥哥的故事也很精彩，毕竟一张帅脸后面还是一张帅脸的镜头，从来都没让人失望过。女主安全回家后，哥哥立马给她安排了相亲。到了相亲现场，女主才知道自己必须在25岁之前和人结契，不然就会死。而她也万万没想到，男主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我真的是第一次见相亲安排在斗兽场的，所有人必须决斗，胜出者才有资格获得择偶权，这是真雄劲啊！男主之前又威逼又利诱，卖惨装可怜全都试了一遍，女主也没动摇。女主和他说，结契必须要建立在互相喜欢的基础上，是你对我纯粹就是认对瘾的占有欲，你明显就有情感缺失症，这辈子不一定能喜欢上任何人。女主在拒绝他，可他只听到那一丝丝的可能性，不一定，就是可能可以。喜欢对我来说是尊重理解，是一种可以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交给对方的一种健康的关系，一种可能你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关系。男主或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，他早就在一次又一次克服生理本能中爱上了女主。我要拼命的压制想占有你的冲动，等着你彻底爱上我。当女主躲避他的亲吻，他就忍着狂躁的心情按捺住自己。当女主说了一句疼，他就立马松了钳制对方的力道。女主说想要尊重、理解和信任，他就交出了自己最真实的东西。我现在把我最真实的自由交到你手上。而女主，哇，这都没沦陷，依然很清醒。虽然在家做春梦梦到了男主，但她清楚自己现在马上25了，急需一个血包续命，结婚立马结婚。她和男主约法3章，男主给她写，让她研究给自己续命的药，她允许男主亲她，但其他的想都不要想。而被蒙在鼓里的哥哥一开女主家门，看到心惊妹夫，天塌了呀！你这辈子都别想从我的身边逃走，这辈子都别想从我身边逃走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如果你听话的话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但哥哥根本不会被男主拿捏到一点。你永远无法战胜亲手刻进你骨子里的东西。Oh my god， 这个台词真的是太糟糕了。但是他们星球的任何影只对异性有致命吸引力，所以他们之间纯是男人的胜负欲。现在这个家里，看似男主拿捏女主，女主拿捏哥哥，哥哥拿捏男主，完美的三角形，指责谁也没拿捏住谁，主打一个势均力敌。而男主为了让女主相信自己爱上了他，竟然开始吃模拟情感的药。你小子，据我多年看文看剧的经验，你前面明明就已经爱上了，但你吃药。那以后女主误会你根本不爱她，你得追妻火葬场，这我喜闻乐见。关键是你可别自己也以为爱上了是因为吃药啊！